我爸妈商业联姻，毫无感情。我妈当着我爸的面和小鲜肉亲嘴，我爸明目张胆地把白月光 P 在我们家的全家福上，作为手机屏保。他们不离婚，是因为他们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。但最近风向变了，我爸的白月光回国了，我妈的初恋死而复生了。他们开始谈离婚的事，但他们要争我的抚养权。法庭上，我妈拿出西瓜刀，要当场切自己的子宫，我爸拿出剪刀要自宫。他们对我的爱，令我很感动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页故事，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奶碰到我们的时候，我正在看连环画，我妈正在和她的新欢亲嘴。我奶气得立刻就给我爸打电话，要他过来。我妈根本不带怕的，她继续和小鲜肉打情骂俏。她的新欢我叫小王叔叔。我看累了连环画，小王叔叔就读给我听。我奶气得在旁边骂我妈，说她不守妇道，说沈家欠她什么了。我妈也不甘示弱，掐着腰就要破口大骂。我奶立刻说，行了，等我儿子来了再说，今天你们必须离婚。我妈翻了个白眼，你最好能让你儿子和我离婚。我爸妈是商业联姻，联姻的时候，两家正如日中天，但很快，我外公外婆家就破产了。反正倒下的原因很多，我妈一直想和我爸离婚，他们都各有所爱。我爸爱贫困女大学生，把对方视为白月光，还把他白月光的照片 P 在我们家的全家福上，作为他的屏保。本来他只 P 了他的白月光在我和他的合照上，但我不满意，我不允许我身边没有我妈，所以他就 P 在我们3的合照上。我妈爱贫困男大学生，他们是彼此的初恋，但男大学生去参军，出任务死了。我妈从此找的小鲜肉都是男大学生。我知道她在怀念她的初恋。我爸妈都是重感情的人。我爸很快赶到了，他立刻过来，把我抱起，亲香了我几口，宝贝宝贝的叫我。我也很高兴，抱着他要骑大马。我奶立刻说，儿子，你老婆现在偷人都不偷着来了，你必须和她离婚。你不要脸，我们还要脸。我爸怒不可遏，周琦，你有病吧？光明正大给我戴绿帽子。我妈翻了个白眼，她是你女儿的陪玩。我爸的态度立刻好了些，对小王叔叔点点头，道，辛苦你了，好好带我女儿，我会给你加工资。我奶在旁边快被气死了，沈天俊，我要你和他离婚。我爸为难道，妈，和他离婚，他会把我女儿偷走的。我妈翻了个白眼，女儿本来就是我的，凭什么给你？女儿也是我的，放你的屁，她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，你少拿这个说事。她出生之后，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她带大的，她现在能跑能跳了，你要来摘桃子了。还有，你怎么带她的？每次都找些陪玩来，有你这模做妈的吗？我妈也不甘示弱，呵呵，你会带，那你来带啊，要不是你不陪她，我能找陪玩吗？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看看我爸，又看看我妈，刚想让他们别吵了，但他们的电话同时响了。我看到我爸的手机来电显示是陈薇薇，天俊，我回国了，你来机场接我吗？陈薇薇，我爸的白月光，他心中永远的痛。我爸已经失声了。我妈那里突然哽咽道，石墨，你居然没死。石墨，崔石墨，我妈的白月光，每年清明都要我对着他的墓碑喊爸爸。我妈的说法是，崔叔叔没个孩子就死了，后继无人，怕他在地下没钱花，我就冒充他女儿给他烧点纸。
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我爸妈对视了一眼，然后默契地移开目光。我说：爸妈，我肚子饿了。我奶气得半死。他骂我爸，说生块叉烧都比生他好。我奶说一定要他们离婚，他们俩先带我去吃饭。小王叔叔在旁边照顾我，他连呼吸都是很轻的，对我爸陪笑脸，对我妈卑躬屈膝，对我呵护周到。饭桌上只有我在吃饭，我爸妈都在拿着手机，一会儿哀伤，一会儿叹气，一会儿又畏难。我知道他们都在怀念自己的爱情，我有些心疼他们。吃完饭我就开始晕饭，迷迷糊糊睡住了。我感觉我爸抱起了我，安心地窝在他怀里睡了。我睡到下午才醒，我打了个哈欠，自己下床，喝了一大杯水。我又下楼，楼下我爸妈正在商量离婚的事。我爸说微微回来了，我必须给她一个家。我妈这次没有嘲讽我爸，她也一脸哀伤地说石墨没死，他卧底这些年一直是靠着我们的感情才撑下去的，我不能辜负他。他们异口同声女儿。他们又没说话了。我爸先开口，我把我个人资产分了一半，夫妻共同财产你全部拿走，女儿你留下，你还年轻，还能生。我妈说我净身出户，每个月再付你20万赡养费，你把女儿给我。两人又同时对对方嗤之以鼻，做梦去吧你，人渣。家里风向变了，之前他们也想离婚。之前我妈当着我爸的面和他的小白脸亲嘴，我爸就恶狠狠地说要离婚。我爸当着我妈的面看着白月光的照片黯然神伤，还说微微，我对不起你。我妈也说要离婚，但他们都会在说到抚养权的问题时偃旗息鼓，因为他们都知道对方不是什么好鸟，根本沟通不了一点。现在他们不断给对方加筹码，希望能离婚，又能拿到我的抚养权。我也不知道要不要他们离婚，其实我心里肯定是不希望他们离婚的，但我知道他们不爱对方。有时候我妈去拜佛，她的心愿都是我爸能出车祸去世，这样他能继承大笔遗产。我爸更绝，他鼓励我妈做搞极限运动，还说他会照顾好我。他们都是真爱外面的男男女女。我妈和小鲜肉在一起，人都娇羞了不少。他和我爸在一起，怎么恶劣怎么来，整个人跟疯婆子一样。我爸看着他的白月光，每次都深情而痛苦。我真的希望他们能幸福，不要为了我而牺牲自己。我现在也大了，我知道我不能太自私，尤其他们这么爱我，我就更不能自私了。我爸私底下偷偷问我，宝贝，要是我和你妈妈离婚，法官叔叔或者阿姨问你要跟谁，你会选谁？我说我会选你，爸爸。他感动的眼睛立刻就红了，他抱住我，我也抱住他，我们父女情深。我妈也问我，宝贝，你会选择跟妈妈吗？我立刻说我会跟妈妈，我们永远不分开。我妈也开始抹眼泪，她保证，她绝对不和我分开。我妈带我去见她的白月光，崔叔叔长得非常高大威武，和我之前见到的小鲜肉完全没有任何相像的地方。崔叔叔对我很热情，见到我就抱我玩，还给我带了礼物，看着我的目光克制又深情。他向我妈保证，琪琪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会对你们母女好的，我以后再也不接卧底任务了。我妈说，石墨，我这辈子都不准备生第二个了，我就一个女儿，我舍不得任何人给她委屈受。我感动了，这就是我的妈妈。我同意，我们已经有了小汤圆，不需要再生了，我也舍不得你受苦。崔叔叔对我道，宝贝女儿，快叫爸爸，我是你爸爸，爸爸当年出任务了，所以才抛下了你妈妈。
爸爸那时候不知道已经有了你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奶拿着我的头发和我爸的头发，做了很多次亲子鉴定啊。要是叫妈妈的白月光爸爸，我感觉有点背叛我爸。但我看着我妈期待的眼神，我不忍心让我妈妈伤心，就跟她不忍心让我伤心一样。我又想起自己已经对着她的墓碑喊了好几年的爸了，对着活人也没时磨不能喊的，所以我心一横，叫出了声爸爸。他感动的眼泪流了出来，他声音颤抖地说，爸爸知道你以前都给爸爸扫墓，爸爸以后会好好陪着宝贝长大的。我张大了嘴巴，他们俩抱着我依偎在一起，开始商量以后的幸福人生。崔叔叔在部队，他们商量，妈妈离婚以后就带着我去随军，住家属大院。崔叔叔那里什么都有，还有很多小朋友和我玩。妈妈说到时候她会每天做好饭菜等他回家。我想起妈妈连煎鸡蛋都不会，爸爸有次心血来潮要做饭给我吃，妈妈怕他把我给抢走了，就冷嘲热讽爸爸。爸爸有点手忙脚乱，有个酱油瓶倒了，妈妈没有去扶，他立刻拿出手机拍视频，还一边拍一边讽刺爸爸笨手笨脚。爸爸那时候忙着处理煎糊的牛肉，还是我去扶的酱油瓶。崔叔叔很感动，我举起小手问爸爸，能请保姆阿姨吗？崔叔叔抱歉道，宝贝，那里房间太少了，请保姆阿姨住不下。我妈深情款款地说，我不要家里有外人，我就想我们一家三口好好在一起。我陷入了沉思。我爸也带我去见他的白月光，薇薇阿姨长得很美，她说话非常温柔，身上香香的。在爸爸期待的目光中，我狠心叫道，妈妈。薇薇阿姨向我爸发誓，天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带好汤圆，做好这个后妈的。我爸很感动，薇薇，你真的很幸运，和我在一起就能有个这么乖巧懂事的女儿。我感觉薇薇阿姨抱着我的手僵了一下，然后我爸继续说，薇薇，我希望咱们结婚后你能去结扎一下，我是不准再生孩子了，我就一个女儿，我不想任何人给她委屈受。我感动了，这就是我的爸爸。我爸又说，当然，我也会结扎。薇薇阿姨的身体彻底僵住了，你以后不打算生孩子了？我爸慈爱地看着我，是的，有了小汤圆，不管再生儿子女儿，都会给他委屈，我舍不得。我爸又说，对了，我希望我的家庭结构不要发生太大的变化。周琦在的时候，他是全职带娃的。说到我妈，我爸的眉头狠狠蹙起，不过他很快掩饰了下去，显然他对我妈带娃的工作不是很满意。我爸又笑着夸我妈，你看，她把小汤圆带得多好。薇薇，我希望你和我结婚后就不要工作了，专心带汤圆。对了，你先考一些证，比如儿童心理学方面的，还有儿童护理方面的。小汤圆上的课程，你要比他还熟悉，才能辅导他。我爸鼓励地看着薇薇阿姨，我知道你的学习能力非常强，一定能胜任的。当然，我会每个月给你生活费。我爸也要求我妈去考证，还要她辅导我钢琴、马术、高尔夫、英语、法语和西班牙语。我妈叫她滚，薇薇阿姨的脸都僵了。她说自己要去卫生间。薇薇阿姨回来又是一条好汉，她点头说，我会做好的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天俊，我爸说，我们一家三口一定会过得非常幸福。我爸妈闹离婚，闹得很大，他们天天都要先谈判5分钟，然后骂对方1个小时。我有时候也会在旁边看看，我还给他们弹钢琴。他们平心静气时，我就弹梦中的婚礼。他们开始吵架，
我就弹克罗地亚狂想曲。他们争吵，我虽然不能参与进去，但我可以给他们伴奏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就要一起完成很多事，包括吵架。幼稚园老师让我们画我的家，我在一张纸上画了3个家，都是我的家。妈妈和崔叔叔还有我一个家，爸爸和妈妈还有我一个家，爸爸和薇薇阿姨还有我一个家。如果排列组合，崔叔叔和薇薇阿姨也可以给我一个家。我陷入了沉思。这张图直接获得了最佳创意奖。然后我爸妈被老师叫到学校，和老师谈了很久的话。最后，老师抱着我道：“孩子，你受苦了。如果你以后受了委屈，到老师这里来，老师给你一个家。”谢谢老师。爸妈离婚要去法庭了，他们要让法官做出最公正的判决。法庭上，我坐在下面，因为他们不允许我坐在对方身边，这样会影响法官的判断。我妈痛哭流涕，说她多么不容易，我爸多么人渣，他在丧偶式育儿。我爸也开始擦眼泪，说我妈多么浪荡，一直出轨。他还开始把他之前做的笔记拿出来，全是怎么带娃的。我妈又放大招，说她会把子宫切除，发誓只有我一个孩子，让法官把我判给我妈。我爸拿出了一把剪刀，法官吓了一跳，差点立刻藏到桌子底下。法官说：“这位被告也是原告的当事人，请你冷静。”我爸站了起来，对我妈恶狠狠道：“周琦，你这个疯婆子，你信不信我现在立刻自宫？我这辈子也只有汤圆一个女儿。”说着，我爸就举起了剪刀，对着他的下面。我妈也不甘示弱，她找不到什么工具，就拉着崔叔叔出来。我妈立刻说：“法官，我以后和他结婚，我现在没法证明给你看我的决心，但我未来老公可以。”我妈说完，就期待地看着崔叔叔。法官也瞪大一双眼睛，惊恐地看着崔叔叔。所有人都看着崔叔叔。崔叔叔闭闭眼睛，道：“要是他先自宫，我也能自宫。”我爸立刻停止了动作，他把薇薇阿姨拉了起来。我爸对法官说：“法官，这是我未来的妻子，她也愿意去切除子宫。”法官脸上写满了单纯的疑惑。我爸推了薇薇阿姨一下，让她表态。薇薇阿姨也闭了闭眼睛：“我也愿意。”我认真地看着他们，这都是我的家人。最终，法警来了，避免让大家血溅当场。我爸妈和崔叔叔、薇薇阿姨约定，要明天一起去医院，谁不去，谁就认输。我感觉很兴奋，我认真地仰头看着这群大人，他们都很酷。我爸妈要带我上车回家，我们家我要是出门，都是坐埃尔法保姆车。我爬上去后，我妈对崔叔叔说：“石墨，你跟我回家，多带小汤圆，让他习惯你。”我爸立刻不甘示弱：“微微，你也跟我回去。”于是，他们俩也上车了。车里安静得令人害怕，司机在前面开车，时不时偷瞄后视镜。我坐在里面，放下桌板，开始写作业。真羡慕大人，天天谈情说爱，也不用写作业。崔叔叔这次有1个月的大长假，所以他直接搬来我家了。薇薇阿姨没工作，也搬来了我家。我很兴奋，家里人多，热闹。崔叔叔要和爸爸谈谈，薇薇阿姨也要和妈妈谈谈。我在书房上法语课，等我上完法语课，下楼一看，他们已经打成了一团。我奶刚好进来，她差点气晕过去，大骂一声：“你们在做什么？都给我住手！”我妈头发乱糟糟的，薇薇阿姨脸上一个硕大的巴掌印，我爸嘴角有淤青。崔叔叔把我妈护在身后，他没受伤，果然是传说中的兵王。我奶差点要气死了，
在听到家里的2个客人是我爸妈的再婚对象时，我奶直接撅过去了。当天下午，我奶带着一个阿姨来了我家，说这是她给我爸找的再婚对象。我妈在旁边涂口红，看了一眼，说：“坐吧，你前面还有2个号，大号还没离婚，2号等着上位。”阿姨直接道：“没关系，我可以竞争上岗。听说你们这里比较直接，直说吧，有什么条件？”微微阿姨在旁边喝了一口茶，云淡风轻道：“女人要切除子宫，男人要自宫。”那阿姨嘴角抽了抽，神经病啊你们！然后跑了。我奶气死了，她拉着我去了房间。我奶又开始说我妈坏话：“小汤圆啊，你爸妈离婚，你千万别跟着你妈，你妈找了新爸，就不爱你了，她还会有自己的孩子。”我妈说只有我一个孩子，她要切除子宫。我看着我奶，继续说我爸还要自宫。我奶捂住心口，这次她在我房间找了半天，最后拿了一本法语词典，就冲了出去。我也兴冲冲地冲出去。我奶冲进了我爸的书房，我爸正在电脑前办公。我奶上去就开始拿着厚厚的词典砸我爸，看着都疼。我慌了，哭着抱住我奶的大腿：“奶，求你别打了，再打就要打死了。”我奶拍着大腿嚎：“我做了什么孽啊？你们2口子从结婚开始就成了圈子里的笑话，你天天当绿王八，叫你离婚你不离，你现在绿王八当得不过瘾，还要当个太监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讨债的玩意儿？”我爸面红耳赤：“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哪是绿王八？周琦和那些人都是西方礼仪，别听外面那些人瞎说。”我奶气得呼吸剧烈起伏了一下，又道：“那你要当太监呢？”我爸道：“妈，你管我这个干食魔？”我爸咬牙切齿：“周琦那个女人为了把小汤圆抢走，什么都干得出来，你舍得你唯一的孙女被人抢走吗？”我奶又开始哭家门不幸，她哭，我也哭，我们一起抱头痛哭。我奶也不走了，她之前看我爸妈很不顺眼，主要是看我妈不顺眼。我妈天天在外面偷吃，用我奶的话说，她都不擦嘴的。我奶因为我妈的事，没少和我爸吵架。我爸不和我妈离婚，不是因为他对我妈有感情，而是因为他觉得只要不是和他的白月光在一起，和谁结婚都一样。我爸看着我妈偷吃，他怀念自己的白月光，也不会有负罪感。再就是，我妈真的很疯，我爸怕干不过她，他没把握自己能抢赢我妈。我妈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我奶平时都是住自己那里，很少住我们这边。这次我奶坐在客厅，就死死地盯着家里的4个男女。第2天，他们没去成功医院，因为我奶拿了把菜刀，跟着他们。我奶说：“谁要切子宫的？谁要自宫的？过来吧，我来给你们切。”我奶看着我，我挺着小胸脯站在她身边。我奶说：“小汤圆给我打下手。”我妈翻了个白眼，继续让崔叔叔给她涂脚指甲。我爸还在给薇薇阿姨做培训，要把她培训成一个合格的育儿师。再次开庭还要等一段时间。我爸妈还在谈判，崔叔叔和薇薇阿姨也加入了谈判的过程中。我妈要打我爸，崔叔叔就拉偏架，薇薇阿姨也要上前帮忙，然后4个人打成一团。开庭的时间末到，我幼稚园开家长会的时间到了。我爸说：“这次家长会你就别去了，你看看你脸上的巴掌印。”我妈说：“你先看看你的熊猫眼再说。”崔叔叔和薇薇阿姨平时都是很认真的表现。崔叔叔给我讲他的卧底生涯，教我精忠报国；薇薇阿姨给我讲她的留学生涯，教我要出去看世界。他们俩天天陪我玩。我知道，我爸妈其实都挺累的。用我妈的话说，
我现在就跟猴子成精一样，天天使不完的牛劲儿。他陪我玩1个小时，他就觉得自己的精力被男鬼吸干了。我爸精力好很多，但他要工作。我爸一天能工作20个小时，他心里除了我，就是工作，还有他的白月光。但我看到过我爸的搜索引擎，他搜索过男人太累会性欲降低吗？我问过我妈什么是性欲，我妈问我为什么这么问，我说了，我妈就去嘲笑我爸。我爸很生气，说那是因为他工作太久太累了。我爸都37了，我真的很心疼我爸，我也很心疼我妈，所以我都让崔叔叔和薇薇阿姨陪我玩。我们3个玩得很开心，有时候我看着落地窗倒影下的我们3个，都有点迷惑。我爸妈和我的房间在2楼，都很大，因为是离婚的关键时期，他们俩很防备对方，不允许对方单独和我相处时间过长，以免对方使了什么手段，把我给抢了过去。所以晚上的时候，他们都要陪我睡。崔叔叔和薇薇阿姨的房间在3楼的客房，但薇薇阿姨有些不开心。薇薇阿姨问我爸，你真的要离婚吗？我爸立刻道，你不要侮辱我，我当然要离婚。薇薇阿姨卡了一下，道，我知道你这些年受苦了。我爸心里好过点了，说，这些苦，为了我女儿，我觉得值得。薇薇阿姨说，既然你都要离婚了，为什么还和他睡一个房间呢？我能答应你将来不生孩子，可是你是不是应该和你的准前妻保持距离？薇薇阿姨继续说，他去哪里，你立刻就要跟上去，你的目光永远跟着他。我看得心里很难受。我爸说，现在是离婚的关键时期，我怕他背地里使坏，女儿现在是个墙头草，我就怕他把女儿勾走了，所以必须盯着他。我爸又不是很满意地说，我叫你好好和我女儿培养感情，让她黏着你，你看看你现在，整天想的都是情情爱爱的东西，你要是多花点心思在我女儿身上，我用得着自己出马吗？我现在白天要和我准前妻斗，晚上还要通宵工作，我也是很累的。薇薇阿姨立刻道，我会好好做汤圆的妈妈。我爸事后对我总结，他说，要是有人来质问我，指责我，我一定不能承认，还要指责对方，把一切过错都推到对方身上去。我爸什么都会教我，他喜欢教我邪恶魔法。我爸还说，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血脉，其次就是钱和权。他又说两者同等重要，其他都是过眼云烟。我问他，为啥一直爱着白月光？我爸说，爱着他，就是爱着我的青春，就是怀念我的青春。再说了，爱他又不用付出什么代价，我还可以多爱几个。不过我没那个精力。我爸和我妈离婚，我爸也教我，要是你的对手是个疯子，那你就比他更疯，不然他觉得你欺负。我点点头。我问他，那你要怎么获得胜利呢？我爸说，胜利不敢说，最差打个平手，保持现状。你妈也会和我一样的想法。我哦了一声，晃晃脑袋，把装不下的知识点甩出去。不仅薇薇阿姨不开心，崔叔叔也不开心。有时候崔叔叔想和我妈亲亲嘴儿，我妈看到我爸，就要立刻跟上去，看看他要干嘛。我妈也一样防备着我爸。崔叔叔看着我妈，眼睛里是克制的深情，琪琪，你是不是爱上了别的男人？我妈大惊失色，谁啊？崔叔叔莫说话。我妈忙抱着他安慰，宝贝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冷落你了？等咱们这里的事处理完了，我们一家3口就能幸福的在一起了。崔叔叔声音有些艰涩，真的吗？你真的能放弃这里的生活吗？跟我去吃苦受罪。我妈看了看我们家金碧辉煌的别墅，嗤笑一声，这里有一坨垃圾。
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。我爸正好经过，他也嗤笑一声，有些人就爱又当又立，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，还敢说住不下去？你说谁呢你？我妈立刻掐腰，进入战斗状态。我爸不甘示弱，谁回应就说谁。崔叔叔拉着妈妈去了外面院子里，我也赶紧骑着我的自行车跟上。崔叔叔说，那你现在应该和他分房睡吧，你们都要离婚了，又睡一起，不是很合适。我妈摸着下巴道，确实不合适。我妈说，但我不可能不陪我女儿睡觉，万一她趁我不在，错误引导了我女儿怎么办？崔叔叔也陷入了畏难之中，他蹲下身对我说，小汤圆，你要跟着爸爸妈妈，好吗？我点点头，我是真心喜欢崔叔叔和薇薇阿姨的，他们都是好人，而且他们都很优秀，我很喜欢。崔叔叔说，你看，女儿会选我们的。我妈说，她对她爸也是这么说的。我解释，因为我不想你们伤心。我妈感动道，我女儿孝顺的哟。最后我妈说，算了，你不放心，那你也来陪睡吧。我疑惑地看着我妈。晚上，薇薇阿姨和保姆阿姨给我洗了澡，我香喷喷地爬上我4米的大床，我玩了一会儿脚丫子，爸爸就进来了。爸爸进来，躺在我身边，让我睡他手臂上。爸爸说，乖宝贝，来爸爸给你讲故事。我点点头，期待地看着爸爸。爸爸开口，讲爸爸带着小汤圆环游世界。我爸妈讲故事都是瞎讲，主角就是他们和我。什么带着我环游世界？遇到各种动物啊，花草树木啊之类的。我爸会说，故事里的妈妈爱上了途中见到的小鲜肉，抛弃了爸爸和小汤圆，爸爸和小汤圆过上了幸福的日子。我妈的故事里，是爸爸爱上了路上遇到的卖双麒麟的女服务员，抛弃了妈妈和小汤圆，妈妈和小汤圆过上了幸福的日子。我爸正讲到他带我到了一个全是红房子的小镇，结果遇到了个要饭的。爸爸说，小汤圆是个善良的小姑娘，看到要饭的，就好心给了要饭的一个馒头。要饭的不满足，他拿出收款码，要小汤圆扫码支付他钱。爸爸一看就怒了，这个人品德好差。他正要上前理论，定睛一看，原来那人竟然是宝贝。你猜猜那人是谁？我不猜，因为爸爸故事里，要饭的、生重病的、被小鲜肉抛弃的、穷困潦倒的，都是妈妈。这时，妈妈进来了。妈妈冲爸爸翻了个白眼。妈妈的进来，打断了爸爸的故事。爸爸正要得意，就看到了妈妈身后的崔叔叔。爸爸疑惑地看着妈妈。妈妈躺在我身边，亲亲我的小脸蛋和小手，对崔叔叔道，快来，咱们也给他讲个故事。崔叔叔冲爸爸礼貌一笑，有些小心地躺在了妈妈身边，然后他们俩就撑着脑袋看着我，笑得很慈祥。我转头看看爸爸，我爸黑着脸，给薇薇阿姨打电话，叫她来陪睡。妈妈也在讲故事。妈妈说，小汤圆被爸爸偷进了城堡里，妈妈见不到小汤圆，妈妈一直在想办法救小汤圆。爸爸娶了新的老婆，新老婆不喜欢小汤圆，天天不给小汤圆饭吃，还让小汤圆干女仆才干的活儿。爸爸心里只有自己的新老婆，对小汤圆的处境视而不见。小汤圆天天打电话给妈妈求助，小汤圆还试图报警，但爸爸突然变成了丑八怪，他把所有人都关在了外面，就要折磨小汤圆。我看了眼爸爸，爸爸在开始计时，他们俩分配好了，一人可以抹黑对方5分钟，在对方说话的时候，另一方不能开口。妈妈继续说，妈妈找到了骑着巨龙的骑士。小汤圆的崔爸爸听到了小汤圆的遭遇，怒不可遏，带着妈妈骑着巨龙打进了城堡。
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小汤圆得救了。小汤圆被妈妈和崔爸爸带着去了崔爸爸的军事基地，那里全是崔爸爸的军队，再也没人敢抢走小汤圆。直到有天，小汤圆遇到了一个流浪汉。这时，薇薇阿姨也进来了。妈妈问我，宝贝，猜猜那个流浪汉是谁？不用猜，是爸爸。妈妈故事里，坐牢的，在垃圾堆里捡东西吃的，被人追着打的，流浪汉，独眼龙，断腿断胳膊的，都是爸爸。这时，薇薇阿姨进来了，她也躺在了爸爸身边。我的床上躺了4个大人，大家大眼瞪小眼，都没说话。我看着天花板，思考下次画一家人，我可以画这幅图，一定能再得最佳创意奖。我摸着下巴乐。这时，奶奶进来了，奶奶手里拿着绘本，看着我床上这么多人，也愣住了。她没好气道：“孩子都要睡了，你们2个小三进来做什么？”薇薇阿姨露出了委屈的神色，崔叔叔有点尴尬，但大家都默说话，谁也不动。奶奶拿着绘本要打爸爸，爸爸赶紧起身，他小声道：“你到底是不是我妈？”奶奶更生气，她对爸爸默了言语，对薇薇阿姨道：“起来。”薇薇阿姨坐旁边沙发上了，奶躺我身边，开始给我读绘本。最后奶奶熬不住，我还瞪大眼睛看着她。爸爸接手了绘本，奶奶走了，薇薇阿姨又上来了。从此以后，我的床上就出现了4个哄睡的大人。奶奶也来我房间睡，她睡那张大沙发，因为她觉得我爸妈脑子有病。幼稚园的家常会，我爸妈个不相让，最后他们不仅自己要去，还要带着崔叔叔和薇薇阿姨去。幼稚园的亲子活动，凡是体力的，都是崔叔叔和我上；凡是要心灵手巧的，都是薇薇阿姨上。我得了第1名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。之前我爸妈带我参加这种活动，我们都输得很惨。我爸体能不算最好，我妈手工差得要命。他们俩合体和我一起做运动，必定要在中途开始吵架，但崔叔叔和薇薇阿姨就配合得挺好。我站在台上领奖，老师给我颁奖，然后亲切地拥抱了我一下。我冲老师笑得灿烂，老师更心疼我了，对我说：“汤圆小朋友，虽然你换了爸爸又换了妈妈，但老师相信你，你乐观的态度不会被任何挫折打败的。社会上很多被抱错了的孩子，他们都是成年才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，你这么小就找到了，老师为你高兴。你的养父养母在旁看着，他们也是高兴的，他们都很爱你。”谢谢老师。我得了奖状，被一群小伙伴围着，他们叽叽喳喳问我：“汤圆，你怎么换了爸爸妈妈？你新爸爸和新妈妈哪里买的？我也去买2个。”汤圆，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爸爸妈妈？我没有啊。不公平，不公平，你们什么都不懂。汤圆的爸爸妈妈要把他卖了。胡说，明明是离婚，我爸妈就离婚了，我才有新爸妈的。我讨厌后妈，我讨厌后爸。汤圆，你爸妈要离婚了，你跟谁？你爸妈离婚了，你就只能跟一个在一起住。他们刚开始说对你的爱不会变，时间久了，他们就变了，还会说你不懂事。大人都是坏人，大人喜欢骗小孩。汤圆，你去我家住，给我妈当女儿。我妈说想把你偷回家去。汤圆，你去我家住，我爸妈给你用，他们讨厌死了，天天让我学习。汤圆，我给你一个家。汤圆，汤圆，汤圆，我愣住了，我也不知道我跟谁。我现在才意识到，爸妈真的要离婚，他们离婚了，有个人就必须走。我不说话了，我在思考人生。
爸妈有自己的人生，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幸福，而不是为了我，绑定自己在我身边。我应该祝福他们。是的，我想看到妈妈和崔叔叔在一起，开心羞涩的样子，也想看到爸爸和薇薇阿姨在一起，不恼怒的样子。但我是个坏小孩，道理我都懂，但我不想爸爸妈妈真的分开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爸妈抱着我哄，他们还哭了，然后他们就开始想指责对方，又看着我闭嘴了。爸妈带我去医院看医生，我才发现我好像也听不见声音了。我大哭起来，我想找妈妈，但是妈妈来了。我想着她要离婚，想要离开我，我就推开了她。我不想拖累妈妈，成为妈妈的负担。爸爸来了，我也不要爸爸，爸爸也要和薇薇阿姨在一起，他们会有新的小孩。薇薇阿姨会变成坏后妈，天天欺负我，大人都是骗子。最后奶奶抱着我回家了，奶奶凶神恶煞的嘴巴张张合合，我抱住了她的脖子，奶奶抱着我睡觉，我抓紧她的手，我睡住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看到爸妈在我的床边，我又大哭起来，我要奶奶。奶奶忙进来了，她给我喂水，我喝了水，拉着奶奶去收拾衣服。我把我的大黄书包拿出来，装了几件衣服，拉着奶奶的手就出门。我指着车，示意奶奶开车。奶奶把我安顿在车上，和爸妈说了些什么，我只用余光看他们。我抱着自己的书包，我要离开他们。奶奶家很冷清，奶奶种了很多花，她家是四合院，不是别墅。奶奶家养了狗，我每天放学都是奶奶接我。我知道爸妈经常偷偷来看我，还看着我哭，我心里也不好受，但我不想和爸妈住了。他们因为我已经过得不开心，我不要他们不开心，但我也做不了什么，我只能不跟着他们，让他们过自己的人生。奶奶经常在我面前比比划划，我知道她想让我说话，让我听见，但我听不到，也说不出来话。我觉得我可能被爸妈故事里的坏人偷走了声音和耳朵。有天我在胡同里玩，奶奶坐在门口扇扇子，突然有一只唐老鸭和一只小白兔过来了。唐老鸭拉着一辆粉色三轮车，小白兔肩膀上扛着一大朵棉花糖。粉色的小三轮像公主做的，白白粉粉的棉花糖又好看又好吃。我惊奇地看着它们，这不是爸爸妈妈故事里的唐老鸭和小白兔吗？唐老鸭一直靠拉车赚钱，我们每到一个地方，都是唐老鸭来拉车。小汤圆坐在上面，可以穿过满是鲜花和大树的小路。小汤圆能看到好多好多美丽的风景。小白兔是卖棉花糖的兔子。小白兔和他的好朋友吵架了，因为他们之前一起卖双麒麟。小白兔的好朋友不愿意再分钱给小白兔，就把他赶走了。小白兔就开始卖棉花糖。小白兔很乐观开朗，他的棉花糖生意也有了很多顾客。唐老鸭冲我比划，邀请我上车。小白兔把棉花糖递给我，我有点害怕地看着他们，我怕他们是坏人。我扭头看奶奶，奶奶把我抱到车上，也坐在了旁边。这下我放心了。每天放学，我一出校门，就有唐老鸭拉着粉色的小三轮来接我。小白兔拿着好看的棉花糖递给我，我吃着甜甜的棉花糖，和奶奶坐在一起，看着街景的变化，看着绿绿的树叶轻轻漂浮，微风吹过我的脸。我觉得故事里的小汤圆真幸福啊，它可以看到好多好多不一样的风景，遇到好多好多不一样的动物或者人物，他们都有过去，都有故事。他能跟着爸妈体验好多不一样的事物。我想我的爸妈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我了。大人都是骗人的吗？他们不爱我了吗？我突然就想回去看看，
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了新的小宝宝。我给奶奶写，我想回家。奶奶愣了愣，冲前面的唐老鸭说了什么。唐老鸭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我冲他露出大大的笑脸。要是爸妈不要我了，我就跟着唐老鸭拉车。我去拉车养我和我奶，以后我就是地里的小白菜，没人爱。天气还很热，三轮车上挂着小风扇，一直在吹着我。我想起我好久没去上那些培训课了。车子走了好久，我感觉唐老鸭有点累了，他的背都驼了。小白兔在后面帮忙推车。我对奶奶写，奶奶，咱们打车吧，他们累了。奶奶摇头，说他们不累。我张大了嘴巴，可能动物不会感觉累，我也不懂。等到了家，都过了1个小时了，家里没人，我站在门口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时，唐老鸭突然晕倒了，奶奶和小白兔赶紧去看，然后他们把唐老鸭的头给扯了下来。我尖叫一声，奶奶她要死了，然后露出了爸爸的脸。爸爸好狼狈，他满脸通红，头发全被汗打湿了，粘在额头上，他大口喘着气。奶奶赶紧把一瓶水喂给他。我哭着喊，爸爸爸爸，你别死，呜呜呜呜。小白兔这时也扯下了自己的头套，露出了妈妈的脸。妈妈也好狼狈，她脸色通红，头发上全是汗，粘在一起。妈妈从来没这么狼狈过，她都是非常美丽的。我看着她，大哭起来，妈妈，呜呜呜，爸爸要死了，呜呜呜。之后爸爸就被我们火急火燎地送到医院去了，妈妈也倒下了，他们都躺在病床上。我听见救护车的声音呼啸而过，我听见医生说中暑了，我听见爸爸妈妈和我说对不起，我也哭着说对不起。奶奶在旁边哭，我躺在爸爸妈妈中间，我把他们的手放在我的肚子上，他们的手随着我的呼吸一起一伏。我们互诉衷肠，说有多想对方，多爱对方。他们给我道歉，说他们再也不离婚了，会好好陪着我。但我不想他们这样。我摇摇头，爸爸妈妈，你们希望我幸福快乐，我也希望你们幸福快乐。我之前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在思考，对不起，吓到你们了，但我希望你们能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。我会慢慢调整自己的，想到他们可能不会再像之前那么爱我了，我的心是很痛的，但我要坚强。故事里的小汤圆，遇到各种困难都会坚强地挺过去，想到各种机智的办法惩罚坏人，我也一定可以的。他们抱着我，不说话，我闻着他们身上的味道，睡了过去。我的爸爸妈妈不离婚了，他们也不在我面前说对方的坏话，不在我面前争吵，甚至妈妈还会皮笑肉不笑地给爸爸整理衣服，叮嘱爸爸早点回来。爸爸也会给妈妈挑裙子，还问我好看不好看。我觉得他们有点毛骨悚然。爸爸的手机屏保换成了我和妈妈还有他。微微阿姨给他发信息，一张我们3的图片，然后配文字，天俊，我的位置在哪里呢？爸爸回，你的位置在我心里。微微阿姨，崔叔叔也给妈妈发信息，琪琪，女儿好点了吗？我很想你和女儿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没办法带她来和你一起生活。崔叔叔，曾经的盟誓算什么？妈妈，我不想看他们没有自己的爱情。我6岁生日那天，在幼稚园办了自己的生日派对，然后我告诉爸妈，有惊喜要给他们。爸妈端正地坐在客厅，一脸慈爱地看着我，然后我就去开门，把崔叔叔和微微阿姨请了进来。我看到奶奶两眼一黑，我对爸妈说，爸爸妈妈，我也希望你们幸福，我们可以让崔爸爸和微微妈妈住进来。我奶奶又是眼前一黑，奶奶对我道，宝啊，咱们不掺和大人的事，你管他们做什么呢？
我认真道，我想我们都幸福。奶奶，我不想爸爸妈妈为了我，牺牲自己的人生和幸福，对崔爸爸和薇薇妈妈也不公平。我奶撇嘴，十分看不上崔叔叔和薇薇阿姨，这不是他们自找的吗？你就一个爸妈，别逮谁都叫爸妈。但我奶还是忍了，她看着我爸妈，道，离婚的事不要想了，你们爱怎么住就怎么住，对外只能说是朋友借住，我们沈家的老脸都被你们丢光了。从此以后，我有了2个爸爸2个妈妈，有了3个家。我爸妈会陪我睡，给我讲故事，爸爸和薇薇阿姨会陪我睡觉，给我讲故事，妈妈和崔叔叔也会给我讲故事，陪我睡觉。有时候我也陪妈妈去家属院住，陪着崔叔叔。崔叔叔放假则是来家里住，他和爸爸从最开始的不怎么说话，到后面成了朋友，还一起去钓鱼。妈妈和薇薇阿姨则是会互相推荐好用的化妆品或者护肤品。爸爸和妈妈虽然还是会暗地里冲对方翻白眼，但面上关系很好，成了外人眼里的模范夫妻。他们都说，我爸妈浪子浪女回头金不换，我们是相亲相爱3家人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夜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夜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